全世界除了美国航母之外，就只有法国这艘戴高乐号是正经核动力弹射航母，听起来名头特别大，算是欧洲海军的牌面担当。可就在波斯湾局势最紧张的时候，美军航母死死地堵在海峡门口不走，唯独戴高乐号找了个理由直接撤出去了，离得远远的，完全不参与正面对峙。很多观众看完就很疑惑，甚至直接吐槽说戴高乐就是样子货，纸老虎，直到关键时刻不敢上，战力根本拿不出手。但是也有人说，法国是老牌军事强国，做事稳，不瞎冒险，撤退反而是最明智的选择。那到底是船不行不敢打，还是战略克制不想打呢？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戴高乐号。首先咱们先讲讲波斯湾撤离这件事情，不要被表面现象给骗了。当时整个中东局势升温，伊朗大量岸基导弹、无人机、海上突击艇全部进入了战备状态。霍尔木兹海峡整个封闭，海域都处在伊朗火力的覆盖范围之内。美军航母敢待在那里，是因为人家家底厚，10万吨级的体量，编队配置完整，舰艇数量众多，反空反导反潜，电子战队冗余度特别高，就算遇到突发冲突，扛得住，打得赢，跑得掉。而且美国有11艘航母，单舰受损根本不影响全局，有足够的资本去对峙去施压。而法国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整个国家海军就这一艘航母，独苗一艘，没有任何的替补，一旦在高危海域出现损伤、故障，甚至是被火力锁定造成瘫痪，法国直接就变成了无航母国家。对于普通国家来说，少一艘航母不算天塌下来，但法国是全球有海外领地、有海外利益，需要常年远洋部署的大国。没了航母，10几年的远洋影响力、战区介入能力直接归零。所以很多人觉得法国撤退是怂，其实根本不是，是他根本赌不起。而且很多人肯定不知道，戴高乐本身的硬件条件确实不适合待在波斯湾这种狭窄封闭的高危海域。首先，这艘船最大的短板就是慢，极速27节，正常出海巡航也就23、24节的速度。如果放在开阔大洋，慢慢跑确实没有问题，不影响日常执勤、威慑、演习。但在波斯湾这种地方，海域宽度有限，机动空间特别小，航母的生存很大程度依靠机动阵位转换，快速脱离规避，速度不够，就很容易被对方岸基雷达、导弹系统持续锁定。伊朗不需要跟法国打大规模的海空决战，它只需要依托陆地，用反舰导弹、无人机蜂群、近海小艇、常规潜艇做出区域拒止就行。这种作战模式专门克制戴高乐这种中型、慢速、容错率低的航母。换成美军超级航母，体量够大，动力够强，速度够快，编队防空层次够多，抗打击能力完全不是一个级别，戴高乐根本比不了。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戴高乐的可靠性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不是网友瞎编的。它的动力系统根源就不正。当年法国预算不够，专门给航母研发大型反应堆的项目被砍掉了。为了省钱，直接把凯旋级核潜艇的 K-15反应堆搬上来用。核潜艇的堆设计初衷是水下静音，稳定低功率运行，适合长时间潜伏，根本不是为了水面舰艇高速高负荷持续出力设计的。强行装在航母上，后遗症会贯穿全船一辈子。动力输出不够，航速上不去，冷却系统常年承压，管路稳定性差，高盐高温海域特别容易出现问题。平时在大西洋、地中海温和海域巡航，偶尔出故障修一修问题不大。可在波斯湾那种极端环境下，设备损耗速度会大幅增加。一旦战时出现动力故障，船停在海面上就是彻底的活靶子。法国军方很清楚自己船的毛病，根本不敢让它长期蹲在高危海域硬碰硬。撤离其实是规避风险，不是畏惧伊朗战力。讲到这里，请先订阅一下，咱们顺便把那个全网争议最多的问题彻底定论：戴高乐到底是不是美国以外唯一的现役核航母呢？截至2026年，全球能正常出海、具备完整作战能力、正式服役的核动力航母，真的就只有美国和法国有。美国11艘全部10万吨级的超级核航母，法国就这一艘4万多吨的戴高乐，
其他所有国家，不管是俄罗斯、中国、英国、印度，能用的航母全都是常规动力。所以这个结论不用怀疑，戴高乐就是全球非美国阵营里唯一真正成熟、服役多年、具备弹射起降能力的核动力航母。名头确实是独一份，但实力之所以充满争议，就是因为它的研发建造过程充满了太多的妥协和让步了。咱们回溯一下建造过程，你就明白为什么它一身的毛病。80年代初立项的时候，法国原本是打算建造2艘新航母，替换老旧的克莱蒙梭级。最开始的方案很合理，专门研发航母用的大功率反应堆，提升航速，提升稳定性，延长服役周期。结果呢，后续国防预算倾斜严重，核潜艇、核武项目优先级更高，留给新航母的钱被砍得很厉害。为了保住项目不黄，海军只能不断妥协，砍掉专用反应堆，挪用潜艇堆，压缩建造成本，很多配套设备都是将就着用。建造过程里呢，问题不断。船造好之后的海试，螺旋桨直接出现问题，叶片断裂，返厂重修；核辐射屏蔽层施工精度不达标，电子设备互相干扰，工期一拖再拖，造价直接翻倍暴涨。原本计划造2艘，最后钱不够，只造了1艘。从此，法国海军航母力量直接变成了独木桥，几十年全靠这1艘船撑场面。也正是因为这些先天缺陷，戴高乐的服役生涯一直比较坎坷，出勤率不算高，动不动就要进船坞维修、换料、升级。它的反应堆换料周期比正规航母的反应堆短很多，差不多10多年就要大修一次，一次大修就要1年半以上。法国只有这1艘航母，大修期间就是实打实的航母空窗期，完全没有替补，远洋部署能力直接归零。放在大国海军里，这种情况其实是很难接受的，但法国没有办法，预算、体量、战略取舍摆在那里，只能将就着用。戴高乐的核心作战输出全部来自舰载机编队，日常标准配置24架阵风 M 舰载战斗机，这是真正的核心战力。这款舰载机是通用型多用途战机，没有单一短板。空战可以执行拦截制空任务，压制对方的岸基战机和空中飞行器；对海可以挂载飞鱼反舰导弹，射程足够应对常规海面舰艇；对地能够搭载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可执行上千公里外的精准纵深打击。不管是区域制空、反舰压制，还是对地空袭，都能独立完成，不需要依托其他战机辅助。它还固定搭载2架12C 鹰眼固定翼预警机，这是很多欧洲航母完全没有的核心配置，能够提前数百公里捕捉海空目标，给整个编队提供预警指挥、态势感知支撑，大幅提升实战容错率。剩余空间还会搭载数架反潜、搜救通用直升机，兼顾编队反潜和应急保障任务。整套舰载作战配置很完整，舰艇自身的防御武器也算得上扎实，是欧洲主流高配水准。舰体四周布置了多组紫苑15近程防空导弹，专门拦截突破外围防御的战机和反舰导弹，搭配舰载近防机炮，应对近距离小艇、低空目标和突防弹药。同时还有电子干扰、红外诱饵发射装置，战时可以干扰敌方雷达锁定，诱骗来袭导弹，形成中近多层自主防御体系。对比来看，整个欧洲唯独戴高乐配备了完整的蒸汽弹射拦阻系统，搭配成熟的预警机、重型战机、自主防空武备，能够独立完成远程对空、对海、对地打击任务，整套远洋作战体系十分完善。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就是最好的实战证明。戴高乐号长期驻守前线，持续高强度出动舰载机，承担了北约联军大量的空袭任务，全程表现稳定，实战能力经得起检验。但它的短板也很明确，应对不了高强度、高风险的狭窄海域对峙压力，但完全可以胜任远洋巡航、海外干预、低烈度冲突。这是装备定位的问题，不是单纯的战力不足。接下来咱们说说大家最关心的退役时间和法国未来航母的能力。戴高乐号是2001年正式服役，按照法国国防部的官方寿命规划，37周年退役，也就是2038年准时退出现役。很多人担心这艘船退了之后，法国是不是就没有航母了？几十年没造新航母，军工技术是不是断代了？以后还能不能造得出来？
其实法国完全有能力再造核航母，而且是整套产业链完整保留，没有断档。很多人误以为法国几十年没造新航母，技术就丢了，其实不是。法国的军工体系一直是独立运作，核工业、舰船制造、舰载装备研发全程自主可控。建造戴高乐的圣纳泽尔造船厂一直保留着大型船坞和巨型舰艇的建造能力。常年承接大型舰船、超级邮轮建造设备生产线工艺体系一直在，核反应堆研发机构、核燃料生产体系、舰艇和安全施工标准几十年持续迭代，没有中断。现在已经立项的 PANG 新一代核航母不是画饼，是真真切切已经开工、已经落实预算、有明确的时间表的正式项目。所以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戴高乐号撤离波斯湾不是怕伊朗，不是战力不堪，是多重现实因素叠加的理性选择。它先天机动不足，高危环境可靠性有限，作为全国唯一一艘航母，容错率极低，再加上波斯湾特殊的封闭海域环境，刚好克制它所有的短板。主动撤退是规避风险，不是怯战。这艘船从诞生开始就是妥协产物，有天生的设计缺陷，有造价失控、故障率高、航速偏低的问题，但它实实在在地撑起了法国的大国地位，让法国成为欧洲唯一拥有完整核动力弹射航母体系的国家，也是美国之外全球唯一成熟的核航母使用国。它不算顶级强舰，但绝对算不上纸老虎。最后问一句，你喜欢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吗？评论区里聊一聊，请订阅我，下期节目更精彩。